這個男人究竟犯了什麼錯，居然被一群可愛的小動物整得半死不活？他全神貫注地鍛鍊身體，浣熊卻偷偷溜進家裡，趁他加速的時候拔掉插頭。男人欲速不减，原地起飛，重重地摔倒在地，電視掉下來，差點把他砸死。浣熊見詭計得逞，興奮地搓着手手。熊二死裡逃生，但整蛊還在繼續。他打算吃頓早餐壓壓驚，然而牛奶盒子被戳得七竅流血不說，麥片也被躲在房底的雕雕加了料，但熊二毫不知情，一口闷下去，直接狗带。到了晚上，浣熊再次来到熊二家，他做法召唤乌鸦，乌鴉飞到卧室外面，跟吃了炫迈一樣，不停地啄着窗戶。熟睡中的熊二被吵醒，他拿起一沓重要文件，把身子探出去，想要驅趕，結果手一滑，文件散落一地，烏鴉趁机飞走。因為風太大，熊二花了2個小時才把文件撿回来。他气喘吁吁地躺回到床上，但剛睡着沒一會兒，聲音再次響起，熊二又一次被吵醒，他崩潰了。不出意外，熊二被妻子趕到了沙發上，然而烏鴉并沒有因此放過他，繼續敲。但這回熊二學聰明了，他躲在窗戶下面，避開烏鴉的視線，偷偷摸摸地爬到了書房，終於能好好睡一覺了。但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，烏鴉找不到熊二，乾脆站到風向標上，叮叮當當啄了起來，清脆的打鐵聲響徹天際。熊二終於忍無可忍了，他發誓一定要活捉這隻該死的烏鴉。一聲怒吼，熊二迅速起身，顫顫巍巍爬上屋頂，不斷地向烏鴉逼近。眼看烏鴉無處可逃，熊二滿臉嘚瑟，結果腳下一滑，命懸一線。熊二雖然僥倖抓住了排水管，可烏鴉卻乘勝追擊，過來就是幾個麼麼噠。熊二左右掙扎，幸運地掉了下去。更幸運的是，他掉在了墊子上，並以一個極其銷魂的姿勢睡到了天亮。惹不起還躲不起嘛。熊二偷偷從車庫溜出去上班，可浣熊早已在一旁等候多時。趁他不注意，貼心的浣熊怕他路上寂寞，找來一窩臭鼬送進車內。半路上，熊二聞到車裡臭臭的，他拿出一瓶香水，剛要噴，卻發現大事不妙。10只臭鼬同時放屁，車裡就像着了火一樣，充斥着濃郁的麥芽香氣。等工人把熊二拖出來時，他已經被熏得臉色發青，雙目圓睜，不省人事了。臭鼬的屁實在是太綿長，就算熊二用果汁泡澡、果醬揉搓，都掩蓋不了那股馥郁纯正的臭味，不但提神，還相當辣眼睛。熊二臭名遠揚，被停薪留职，只能躺在家生闷气。到了深夜，他好不容易睡着，却突然被一陣吵鬧聲給驚醒。熊二下樓一看，瞬間啞媽呆住了，動物們竟然在他家開起了 party， 把房子弄得一團糟。熊二試圖驅趕，但飛過來的盤子卻讓他瞬間啞火。可惡的浣熊更是直接騎在他身上，對着他的臉結結實實的打了個老壇酸菜嗝。第二天早上，熊二在自家草坪布置了一堆機關，發誓要抓住這群畜生。這一幕剛好被妻子看見，以為他是工作壓力太大，精神出現了問題。但熊二確定以及肯定，自從接手了森林開發項目，動物們就一直在害他。熊二覺得只有機關還不行，又花重金購入007專用攝像頭，準備妥當。他坐在監視器前，一直等到後半夜。突然警報響起，驚醒了熊二。他喜出望外，趕緊出門檢查。等他走近一看，卻發現抓到的只是個毛絨玩具。再轉頭，一隻飢腸轆轆的棕熊從草叢裡站了起來。熊二被嚇得啞巴呆住了，緩過神來，撒丫子就跑，但棕熊卻緊隨其後。眼看無處可逃，慌不擇路的熊二躲進移動廁所，這可把棕熊高興壞了。他把廁所當成玩具，滾來滾去，玩得特開心。浣熊見陰謀得逞，心裡樂開了花。第二天早上，熊二被工人發現，但他們剛打開門，結果工人趕緊拿來高壓水槍，對着熊二就是一通深入靈魂的洗涤。這下熊二徹底崩潰了，他決定擒賊先擒王，跟浣熊魚死網破。於是他開走森林公安的車，直奔森林深處。他全副武裝，殺氣騰腾地來到浣熊的小窩，舉着弓弩對準了毫無防備的浣熊。